生活体验营今天迎来重头戏，准备挑战隐藏在阳明山深处、需要办理入山登记的秘境——小观音山小欧圈。这里的风景绝对精彩可期。不过，这趟2天1夜的精彩旅程，得先从台北士林区的美食开始充饱电力。出发前，雅令和John特别挑选了屯之家日式炸猪排专卖店。John点了他最爱的腰内肉定食套餐，外酥内嫩；雅令则选择了香气四溢的牛肉冻饭，两人都吃得非常满意，赞不绝口。饱餐一顿后，饭后绝对不能错过甜点。我们来到就在隔壁雅令朋友大力推荐的雅丽根房，这家老字号的起司专卖店可厉害了。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精致甜点，让雅令瞬间犯了选择困难症，每一样都好想尝一口。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，最后他跟 John 达成共识，决定直接打包他们的人气销售冠军起司饼，直接买了一整盒带走，准备带上山当做美味的行动粮。酸甜浓郁的起司加上酥脆饼皮，光是用想的就让人流口水。这一下甜点味也终于大满足了。准备挑战小观音山，雅令和John虽然经验丰富，但面对这座山头依然不敢大意，决定先仔细研究地形。他们起步经过熟悉的小油坑，老实说，这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。但一踏入这片区域，眼前白烟缭绕，展现出强烈生命力的火山地景，还是让两人忍不住再次惊叹：这里的地质真的太美了。两人来到了距离小观音山最近、位于安步停车场旁的服务据点小观音站。没有，小欧，小欧就不知道走得完吗？这种天气应该走还可以吧？应该很好哈。哦，下午好热哦。好像说车会很少哎。没有，安步停车场车那边很少去停，很少。是哦。那网络的资讯都是错的。这边，你说停在这边是吗？对，停在这边，这边有个梯嘛，停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停车场的那个右边的角落那边，那个有一个入口，就是从那边进去。车道在往上走，然后再从滨岭那边再上小观音山主。他说这边走，这样嘛，对，那边跟走一样。到啦，那边就走这个啦。对，他如果这就小，就比较大众吧。哇，好棒！哇，有你们这个志工来这样子导览，多棒！站在附近的观景台上环顾四周，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。一旁的告示牌上清楚写着“小观音山，海拔1069公尺”，这正是我们明天准备一举挑战的高度。光是看着就让人有些热血沸腾。后面那个有很多塔的那个，转过身望向另一边，金山与淡水河口的壮丽景致在眼前朦胧呈现，山海相连的画面依稀可见。这时，身旁正好有一群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，忙着采蜜。看着它们，我们也得赶紧像这群蝴蝶一样，把养分和体力统统吸得饱饱的，明天才有100%的精力去冲刺这座令人期待的山头。我们按照原定计划，今晚要来到马槽花艺村进行车泊。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太赞了，距离我们明天要挑战的爬坡起点，车程只需要短短的15分钟。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马槽花艺村，一进来一切都觉得好新奇。这里的腹地比想象中还要大上许多，而且从一草一木的氛围中都能深深感受到，这绝对是一个充满故事与历史的温泉老字号圣地。今晚的夜宿行程很简单，很享受。我们决定先在他们的餐厅里好好吃顿晚餐，饱餐之后再去享受舒服的洗澡与泡汤，在冷冷的山气中泡着温泉，好好舒缓一下身心，为明天的登山挑战做最完美的准备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我们准时起床，整装出发。没想到就在上山的路上，第一次在阳明山亲眼看到猴子，真的太幸运了。更幸运的还在后面。
我们在巴拉卡步道旁刚好看到一个空位可以停汽车，这下子直接帮我们省下了不少停车费。走着走着，哇，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与新北市的交界处呢。好，我们要去小观音小圈来看路。抵达停车场后，才发现小观音山的登山入口真的很隐秘，就藏在茂密的草丛里。出发前，雅玲赶紧拿出手机进行网络登入，确认开启我们的入山登山申请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精彩的小欧圈挑战现在正式开始。开始要走小观音了，一开始就爬了，非常的刺激哦。下来了，马上看这个。很多人会问，阳明山上的小观音山为什么需要申请才能进去呢？这是因为小观音山的大部分步道都位在鹿角坑生态保护区的范围内，为了保护珍贵的原生生态，依规定必须先在网络线上申请核可才能进入哦。在攀爬难易度上，小观音山属于中级健行路线，虽然海拔不高，但沿途有非常原始的陡峭途径和湿滑的箭竹林，需要双手双脚并用拉绳，所以很考验体力与专注度。如果选择标准的顺时针小欧圈走法，从安部替代入口出发后，会先探访充满历史感的山之家，接着一路陡上挑战小观音山西峰、西西峰，然后下切到极具震撼力的火山口谷底和大屯溪古道，再一路爬升接回北峰主峰，最后走战备道回到起点。装备方面，因为箭竹林茂密且山径容易泥泞，手套、登山杖和防滑功能好的登山鞋或雨鞋绝对是必备。另外，也建议穿着长袖长裤防割伤与足够的饮用水，才能安全享受这座绝美的台北版抹茶山。好，补充水分后，我们正式从充满历史气息的山之家古迹出发。一进入登山步道，眼前的路况瞬间变得非常有挑战性。这段攀爬最考验体力的地方，就在于那近乎垂直的陡坡，考验着大家的脚力与心肺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当天遇到了十分炎热的好天气，在烈日的曝晒下，原本容易泥泞的山路都显得相当干燥。虽然少了泥泞的困扰，但面对陡峭的直上坡，手脚并用依然是必要的。出发前，小观音站的志工就特别贴心提醒我们，在这里爬山，有绳索时要利用绳索，没有绳索时，最安全的技巧就是直接抓牢身旁的包拓矢竹，也就是俗称的箭竹。记得不能只抓住叶子或脆弱的末梢，一定要顺着竹竿往下，紧紧抓住靠近根部的地方，那才是最稳固的天然支点。穿过密密的箭竹林，视野突然豁然开朗，感觉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一个山头。站在高处往下看，远方连绵的山脉尽收眼底，那宽广的展望真的让人精神一振。不过挑战马上就来了，我们停在一个没有任何路标的 T 字路口，走出来到底该往左还是往右呢？这时只能相信科技，透过手机导航，我们决定选择往左边走。走着走着，前方终于出现指标了，上面写着大屯溪古道防迷标志6号，而这里其实就是小观音山西峰的所在地，海拔有1043公尺哦。但在当时，我们看着那个路标，其实满头雾水，心里想着这6号防迷标志到底是代表到了哪里，感觉真的很困惑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就是生活体验营的乐趣，只要方向对了，我们就继续充满信心地向前探索吧。哇，我们现在终于站在小观音山西峰的山顶附近了。一站上高处，刚刚爬山的疲惫瞬间全消。环顾四周，视野真的太震撼了。最抢眼的就是正对面气势磅礴的大屯山主峰，而往旁边看，还能眺望秀丽的蔡公坑山。最让人惊叹的是，整个由小观音山群峰、西西峰连绵环抱的台湾最大火山口遗迹，
那一整片翠绿的箭竹草坡，就像铺上了超大片的抹茶地毯。天气够好时，甚至还能远眺淡水河口与3支一带的北海岸线。坐在这饱览山海美景，这趟生活体验营真的太值得、太幸运了。过来，大成停车场那边出来。好，我们想要回到那个安部的停车场的话，一个圆圈。我不晓得你要怎么过来。哎，我要给大哥。好，等下右切下去很陡。好好，原来是这样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在这里，我们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山友，经过他的指引，说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前走才会遇到西峰，然后跨过西峰之后才是西峰。不过啊，这小观音山的各个山头名称常常让人搞不清楚。事后我们仔细查证，才知道他当时口中指的西峰，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挑战的西峰了。当下我们没有想太多，就朝着西峰的方向迈进。就在一阵手脚并用的攀爬后，我们来到了顶峰前的乱石区，这里堆叠着好几块被风化的有些增浓的巨大火山岩。在这些没有遮蔽的巨石之间攀爬，烈日把岩石晒得有些发烫，但在这令人屏息的零线巨石堆上，每往上跨一步，视野就变得更开阔一分。我们终于跨上了西峰那座指标性的巨大石头。当站上巨石的那一瞬间，刚刚在竹林里的闷热与辛苦，瞬间被眼前极致的美景一扫而空。这里的视野真的是太美、太震撼了。从西峰顶往下看，那全台湾最大的火山口谷底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摇篮。而在我们身后延伸出去的是完全没有遮蔽的360度超广角美景。就因为之前山友给了我们错误的资讯，让我们误以为还要继续往前才能找到西峰，于是我们只能咬着牙继续在这一片比人还要高的箭竹林里前进。这段路真的不轻松，我们2个人在密不透风的竹林里，又是钻又是爬的，一边拨开打在脸上的竹枝，一边努力寻找脚下的路。在4周都是齐头高的绿色迷宫里，高温闷热的让人直冒汗，甚至连衣服都被竹叶擦得沙沙作响，每走一步都是考验。但没想到，这个美丽的错误反而带给我们最棒的惊喜。当我们穿过竹林，手脚并用，踩稳岩缝，站在陡峭的巨石上时，眼前的视野瞬间炸裂。往前方望去，是整片翠绿起伏，像地毯一样绵延的绝美抹茶山。这时低头一看，陡峭的岩壁旁竟然悄悄绽放着一朵洁白的野百合，在绿意中傲然挺立，真的衬托得太完美，太有生命力了。还有气势磅礴的小观音山主峰，景色真的美到让人忘记呼吸。更厉害的是，当我们往淡水方向看过去，竟然能看见横跨海口的淡江大桥。这份辛苦后换来的超级大景，真的太值得了。既然之前资讯有误，我们也只能错还要继续错。当下心里直觉的要继续往前走，才能顺利抵达传说中的西峰。结果前方的箭竹林越来越密，越来越高，这下子根本没办法站着走，我们得整个人像特种部队一样钻到箭竹林的下方，才可以勉强通行。到了最后，甚至要完全蹲着身子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动。四周密不透风，只有竹叶不断刷过衣服的沙沙声。高温闷热加上体力消耗，真的让人越走心越慌。这时，转和雅令突然停下脚步，看着前方完全被竹林封死的死胡同，心里顿时暗叫不妙。天啊，感觉完全不对了，前面根本就没有路了，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？其实我们看这边，这里就是西峰，西峰顶就是这里了。因为我们刚才钻到这个箭竹丛林、草林里面，就发现到是一直往下。所以呢，已经到顶了。所以基本上这就是顶，所以它没有所谓三角点。哦，是吗？怎么这样？对，到了。我看到协商桥了，是吗？那个是吗？天气更好就会更清楚。对，我也来拍拍看，还是你拍照从？其实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靠近小观音山西峰，刚才前面的叫西峰，所以我们这边叫西。发现没路后，两人
人赶紧原路折返，退回原点。我们立刻拿出手机，开启谷歌地图，仔细比对，这才惊觉，原来刚刚那座视野超棒的巨石，就已经是西西峰的位置了。经过这一番迷路和折腾，体力消耗了不少，两人当下决定就到此为止，打道回府，打算走原来的路径回停车场。没想到，就在我们准备下山，来到刚刚那个没有指标的 T 字路口时，迎面走来的竟然是2位穿着制服的巡山员。这突如其来的相遇，会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带来什么改变呢？这样怎么这样？要不要罚钱哦？我跟你讲哦。哎，那我要看许可证这样子吗 ？PDF 2个人而已哈。对，陈雅玲，然后这边2人。OK， 好，耶！你从行哦，我行一半就好，好不好？无，我行到西南方，我不爱陪你落去。哎，那是我们要去大欧。哇，这边是大欧，这边小欧。这边小欧下去我。们刚刚有稍微探寻一下，哎，嘿，大人做久的，真的因为那个要8小时。秘密的。对，那个要走8小时。好，我们这样该这样钻，最后有发现不对了，这到底那边8小时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好？这边比较多人走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冒险加。油！很陡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要记得。经过巡山员说明，原来我们刚刚不知不觉走成了大圈，但在巡山员面前，我们绝对不能漏气。加上他热心鼓励说，继续往下走，后面的风景美到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。当下我们一鼓作气，依照他的指引，正式开启小欧圈的攀爬。没想到一开始就是考验，沿途是一路陡峭下滑。哑铃一个不小心，手中的拉绳突然滑动，整个人瞬间重心不稳，直接滚到了山径旁。天啊！幸好旁边有着一整片坚韧的箭竹林，像天然防护网一样挡着，瞬间把它弹了回来。真的太惊险，太幸运了。经历了刚刚的小惊险，我们继续一路陡峭地往下攀爬。不过，面对这陡到不行的下坡，哑铃竟然自创了一个全新的下山绝招，我们私底下称它为坐式下山法。没错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遇到落差太大的高低断层时，干脆整个人一阶一阶地用屁股坐着，然后双手撑着地面或岩石，像小 baby 一样挪动着下山。画面真的超级好笑，却又无比实用。总之，这一路上我们各显神通，有拉绳的地方就死死扶着拉绳，没有拉绳的时候就紧紧抓着箭竹的根部。要是遇到连脚都不知道该往哪踩的陡坡，那没关系，真的就直接使出这招无敌的坐式下山法。虽然姿势有点滑稽，裤子也顾不得脏了，但只要能安全下山，这绝对是最接地气、最聪明的下山神技了。离开刚刚的陡坡后，考验还没结束，我们紧接着又迎来了一段陡峭的上坡，然后又是一段急切的下坡。这里的地段真的非常原始而且多变，一会儿是要在高耸闷热的箭竹迷宫里奋力往上爬，一会儿又走进了被茂密树冠遮蔽的干沟滑坡。脚下的路不再是之前的火山岩，而是混杂着盘根错节的树根与松软的泥土。因为陡度很大，每一步都得绷紧神经，手脚并用。就在体力快要耗尽，觉得这山路怎么走都走不完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隐隐约约的流水声。哇，感觉我们好像看到溪流了。没错，我们终于下切到了溪谷，眼前随即出现了最让人振奋的指标，正是4号大屯溪古道防迷标志。这不仅代表我们成功通过了最艰难的下切路段，也意味着我们正式接上了充满绿意的大屯溪古道。接下来的旅程有潺潺流水相伴喽。刚才是6，哎，5、6都有去过了。接上了大屯溪古道，我们沿着清澈的溪流，步步为营地一步步向前走。因为溪畔的石头长满青苔，我们走得格外小心。走着走着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停下了脚步。我们看到了山友们在溪石上细心堆叠反放的起伏石，在阳光洒落的溪谷中，看着这些小石堆，感觉心灵瞬间被疗愈了，充满了温暖与平静的力量。这里的步道风景跟前面充满狂风、巨石与箭竹林的西峰完全不一样。四周变为茂密的原始次生林，有着丰富的蕨类与潮湿的绿意，脚下也变成了平缓舒适的森林泥土路，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，走起来非常惬意。
就在沉浸在这片大自然交响乐时，前方视野豁然开朗，我们终于看到了3号大屯溪古道防迷标志，这代表我们又顺利完成了一段精彩的旅程，继续带着好心情往下一站出发。离开了惬意的大屯溪古道，接下来迎来这趟旅程真正的魔王关卡。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小观音山北峰，这段路是一路往上，而且是那种几近垂直看不到尽头的魔鬼陡上，对体力真的是极大无比的考验。坡度陡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几乎是每爬个3、5步，心脏就快跳出来，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气休息。此时回头一看，看到雅令整个人双手死死扶在路边的石块上，动弹不得。光看他的背影，就知道这段路走得有多艰辛，有多崩溃。不过，最经典、最夸张的画面来了。雅令到最后体力完全透支，为了要征服这个陡坡，他竟然直接使出了终极绝招——狗爬式攀爬法。整个人手脚并用趴在地上，一步一步往山顶挪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真的在后面笑到眼泪都快流出来，完全顾不得自己也喘得要命。这绝对会是我们这档生活体验营最珍贵、最精彩的画面。幸好在最绝望的时候，前方及时出现了绳索。看到这条绳索，简直就像看到救星一样。双手终于有了可以稳稳施力往上拉提的地方，打起精神，握紧绳索，我们再度一步步往上挺进。在一番咬牙苦撑的奋斗之后，视野终于再度开朗，前方终于让我们又看到那个熟悉的 T 字路口了。这也代表北峰的试炼，我们快要成功过关了。加油，胜利就在眼前。从下面就往右走，努力啊！我们终于成功克服了魔王陡坡，此时正走在视野毫无遮蔽的零线上，站在海拔1056公尺的小观音山北峰，眼前的视野只能用气势磅礴、无比壮阔来形容。往对面的山头望去，可以看见那里矗立着好几座高耸的电视与通讯发射台。没错，那里就是小观音山的主峰。而转过身往另一边望去，在远方的山头上顶着一个非常醒目圆形雷达站的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屯山主峰。最让人陶醉的是前方那连绵不绝、一波波起伏的山坡，真的就像被细心地撒上了厚厚的抹茶粉一样。整片草坡随着光影微微飘动，散发着丝绸般的质感，真的美不胜收，让人看着看着就痴迷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跟雅令心里都在惊叹，真的就如那位巡山员跟我们说的一样，只要坚持上来，看到这个美景，前面所有的流汗、迷路和崩溃，绝对都不会后悔的。这份大自然的顶级回报，真的太完美了。看完北峰的大景，或许是美景给了我们无限的动力，我们两个人脚程变得很快，顺着零线一下子就走到了小观音山主峰的三角点。站在这里，视野的角度又变得完全不同了。我们一抬头往旁边望过去，哇，竟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小油坑那不断喷发冒着白烟的硫磺口。看着那缕缕白烟在山谷间缭绕，仿佛能感受到大屯火山群那旺盛的生命力，真的非常壮观。更棒的是，刚刚在远方眺望的抹茶山坡，现在因为距离拉近，就近在我们的眼前。从主峰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那一整片翠绿起伏的包驼始竹草坡离我们更近了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散发着温润的绿意，感觉好柔软、好细致，就像是铺了一层顶级的丝绒地毯一样。看着看着，我和雅令肚子好像也跟着饿了起来，真的有一种好想要当场咬一口抹茶蛋糕的冲动。眼前的这片大自然杰作不仅饱了眼福，连视觉都觉得甜滋滋的。能够在主峰三角点留下这么棒的体验，这趟小观音山生活体验营真的圆满了。攀爬小观音山的小 O 型路线，通常指安步停车场到西峰、西峰，下切大屯溪古道，
再上爬至北峰主峰的环状路线。一般脚程含拍照与小憩约需要4.5至6小时。整条路线的总长度大约是5.5公里。虽然里程数看起来不长，但由于沿途地形多变，上下起伏大，走起来就像经历了一场精彩的高强度冒险，绝对是考验体力又收获满满的精实路线。产业道路了，出来了，你看，结束今天的旅程了吧？哇！我们现在就站在小观音山主峰发射台的下面，抬头往上看，这巨大的铁塔耸入云霄，感觉真的好高，好有临场感哦。就在发射台旁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面石景点，我们顺着方向望过去，哇，线条轮廓清清楚楚，确实有一个高挺的鼻子诶。为了当场证实一下，我特别请雅令站在旁边当个模特，顺着那个角度比对一下，天啊！不管是一边的侧脸，还是那挺拔的鼻梁，还真的超级像。正当我们找个舒适的地方，开心的享用午餐时，没想到一抬头，竟然又看见了早上遇到的那2位巡山员。他们看到我们也一脸惊讶，立刻抬起手数了数时间，不可置信地说：“哇，你们竟然花不到4个小时就走完小欧圈了！”一边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，大力称赞我们真的好腿力。这下可让哑铃跟John2个人乐得不可开交。巡山员突然眼神一变，看到对面的山头上好像有人头钻动，立刻要去现场盘查，真的好尽责，好令人敬佩。谢谢有他们的守护，才让我们有这么安全又美丽的山林。这趟小观音山的小欧圈冒险，真的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与回报了。虽然一路上我们又是迷路，又是钻剑竹林，甚至连坐式下山法和狗爬式攀爬法全都派上了用场，但沿途那毫无遮蔽的壮阔林线、梦幻迷人的抹茶山坡，还有巡山员那热情的鼓励与赞美，都让这一切挑战变得无比值得。这就是我们生活体验营最真实、最无价的体验。下山之后，我们当然要好好犒赏自己啦。现在我们点了满满一桌的美食，再配上冰凉畅快的美酒，在美食与美酒的交织中，大家举杯畅谈今天山林里的酸甜苦辣，为这趟惊险又完美的旅程画下最圆满的句点。小观音山，我们挑战成功，大家干杯！下一趟旅程再见喽！